俄军的反炮兵雷达又遭了重创。就在3月23号，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发布了在顿涅茨克州摧毁俄军动物园 M 反炮兵雷达的镜头，这已经是开战至今第6辆了。那么重要的是，大部分都是美元的 M777 火炮摧毁的。那么 M777 的战绩为何如此优秀呢？它相较于俄制的 2A36 火炮有何优势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作为一款155毫米牵引式榴弹炮 ，M777 绝对是现今性能最强悍的火炮之一了。无论是精度、射程还是重量，都远超各国同类型火炮。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和北约各国陆续援助了数百门 M777。虽然只是牵引炮，战绩却压制了一系列北约援助的自行榴弹炮，比如法国的凯撒、德国的 PZH-2000、波兰的蝎式以及美国的 M109等等。其实考虑到乌军战斗力生成的问题 ，M777 相较于自行榴弹炮，由于技术等级的不同，显然更加容易上手。这是基于整体系统多少、技术难易高低所致的。简单来说，训练 M777 榴弹炮的炮手能够简化具体的流程和时间，进而短时间内快速生成战斗力，并且及时地投入到前线战场。如果换成美制的 M109的话，乌军炮兵呢不仅需要学习火炮的操纵，还需要熟悉掌握车辆的驾驶、引擎维护、故障排除等等。这对于一直使用苏制武器的乌军而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训练，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形成战斗力的时间。根据相关消息，乌军 M777 炮手的培训时间不到1个月，如果是 M109的话，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另外，北约各国援助的自行榴弹炮对于后勤保障的要求也非常高，除了火炮本身外，还需要对车辆底盘、引擎等各方面提供相应的保障，这会对乌军造成很大的后勤压力。此外，现役的所有牵引式榴弹炮基本都在向轻型化发展，而轻型化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被交通工具快速运输到预定区域。各国的自行火炮与卡车炮虽然机动能力优异，但是由于武器系统、车载底盘以及装甲车体的结合体，导致其整体重量是远超了 M777， 加大了运输的难度，非常依赖地面运输。相比之下 ，M777 就方便多了。该炮的重量仅达 4.2 吨，能够通过直升机调运的方式进行快速机动，非常适合乌军轻装部队使用。最重要的是，它还能部署在机动车辆难以行驶的山地高原地区，以此为乌军部队带来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此外，由于火炮这种注重攻击的武器来说呢，自然是火力越猛越好。虽然 M777 和自行火炮的口径大差不差，但是自行火炮的输出依然是比不上牵引式。在两方交战时，以牵引式为主的一方，短时间内在火力方面往往能占据更大优势。原因是人工装填的速度，短时间内是要优于自动装填的。所以，对于现今的乌克兰方面来说，目前所需的各种军事援助并不追求武器的先进性，实用性一直都是第一位的。毕竟，乌军要在短时间内投入前线和俄军交战，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适应先进武器。那么，同为牵引式榴弹炮 ，M777 相较于俄制的 2A36 有何优势呢？首先，由于采用了大口径炮管 ，M777 的威力非常可观。该炮采用了155毫米口径、39倍深管的炮管，能够发射各种北约标准的155毫米炮弹。发射普通榴弹时，极限射程为24公里；发射火箭增程弹时，达到30公里。如果使用 M982神箭制导炮弹的话，使用 GPS 加 INS 的复合制导方式，极限射程为40公里，命中精度可以达10米，有着极强的精确打击能力。此外，由于 M777 的设计吸引了大量 L118、119型、105毫米超轻型榴弹炮技术，甚至是完整的部件，采用了与 M119相同的瞄准具，包括周式瞄准镜和直接瞄准镜，同时呢又有所创新，进一步提高了火炮的射击精度。在伊拉克战争中，即使不使用神箭制导炮弹 ，M777 的射击精度也非常高。该炮2分钟内爆发射速为5发每分，持续射速为2发每分，只需要5个人就能完成操作，且战斗至行军转换时间只有1到2分钟，有着远超同类火炮的战场生存和快速反应能力。
与之相比，作为1981年列装的一款152毫米榴弹炮，2A36呢，在安装杀伤爆破弹时，极限射程为27公里；使用火箭增程炮弹时，极限射程也是40公里。爆发射速为5到6发每分，标准炮组成员为8人。虽然数据上和 M777 相差不大，但实战效果有些拉胯。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曾使用该炮，由于多国部队空中火力强度较高，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现今乌军使用的 M777 的方式呢，是用轻型车辆拖着满地跑，根据战场前线无人机的侦察信息，或者由友军部队提供的火力支援请求和目标信息，随时停车展开，一轮射击后1到2分钟改为行军状态，重新进入游击，整个过程呢是不超过10分钟。由于俄军一直非常缺乏反炮兵雷达，导致其被炮击后无法第一时间发现乌军炮兵阵地位置，根本没法还手。最重要的是，由于 M777 榴弹炮的整体各部组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重量，提高可部署性，大量采用了钛合金、铝合金等航空级新材料，使全炮重量更轻，尺寸更小，整体重量呢只有4.2吨，可以由援助的米17直升机调运，甚至连悍马越野车也能拉上它快速转移，具备打了就跑的能力，因此能比其他重型火炮更快地进出战场。同时，该炮更小的尺寸也提高了军用仓库和航空海军运输的储存和运输效率。而 2A36 由于重达9.8吨，因此呢只能由铁路、水运和大型运输机运输，机动能力较差。对此，乌军士兵曾经这样评价 M777： 无论是校正火炮、调整方向，还是转换目标，都要比俄军火炮更快捷，射击更准确。不仅如此，它还配备有 2A36 所不具备的数字式火控系统、炮载计算机、激光陀螺惯性导航自动定位定向设备和夜间观瞄器材。由于采用了数字火控系统所提供导航、定向和火炮自身定位，使得该炮比俄军的拖曳式和空运榴弹炮能更快地投入交火作战。还有就是 2A36 无法发射精确制导炮弹，而 M777 呢却能发射配套的 M982神箭制导炮弹。作为一款发射后不管的炮弹，神箭呢实际上是一种 GDAM 的炮兵版本，其优势在于能够比以激光制导炮弹更低廉的成本来赋予乌军炮兵更为精准的打击手段。炮弹弹丸头部引信室内封装有抗干扰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惯性导航装置传感器。弹丸在飞行过程中可以连续不断地搜索和接收 GPS 卫星数据，并且更新惯性导航装置的信息。美军实弹射击测试证明， M777 在发射神箭时，炮弹中有一半落在了一个直径10米的圆内，另一半炮弹落在了10米圆范围以外几米远的地方。实验显示， M777 只需发射16发神箭，就能摧毁一个标准的自行榴弹炮连。此外呢，神箭的另一个特点是采用非弹道式飞行路线，能够沿偏离火炮轴线90度的方向飞行，可以攻击障碍物后面或者反斜面上的目标，并且躲避反炮兵雷达的追踪侦察，具有近乎垂直的末段弹道特性。以此呢，让 M777 在进行高射角射击时，炮弹可以垂直攻击目标顶部，必要时呢还能穿透100到200毫米厚的混凝土。这对于乌军城市作战非常有利，因为城市建筑之间的空间非常有限，如用传统的炮弹很难准确地攻击位于某栋楼内的具体目标，但是神箭呢却能够精确地将其摧毁。去年，乌克兰国防部的军事媒体曾在5月底采访过前线使用 M777 的乌军某部，受访的炮兵都同意它的性能比俄制的牵引火炮更优秀。有乌军炮手说道，打击人员是 M777 最有效的使用方式。有次我们只用了9发炮弹就杀伤了300俄军。由于它的性能太过优秀，最近呢，乌克兰正在考虑自行生产该火炮。在一场近期关于乌军导弹和炮兵部队的简报会上，乌总参谋部代理局长谢尔盖·巴拉诺夫上校宣布，乌炮兵在与俄炮兵的战斗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就算是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乌炮兵也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而去年6月以后，随着乌炮兵开始大量列装北约火炮，与此前乌军装备的俄制火炮相比，前者在射程、精度和高技术弹药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极大提高了乌军炮兵部队的作战技能，能够在更安全的距离轰炸俄军目标。当他被问到哪款军援作战效能最好时，谢尔盖上校的回答不是凯撒 PZH-2000 或者蝎式，而是美制的 M777牵引式榴弹炮。他说道：“经过乌军炮兵部队的实战证明，它的妥善率能够一直保持在80%以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随时使用。而那些更复杂的自行榴弹炮远非如此。乌克兰准备接收更多的 M777，并且打算根据许可证自行生产。那么，乌克兰是否有那个技术呢？”大兵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去年在乌克兰政府的不断要求下，10月中旬，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新一轮的军事援助。北约各国也启动了10年重建乌克兰国防工业的计划。在北约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乌克兰军工业正在恢复。主要军工企业地理位置被迁移到基辅和乌克兰南部，其生产制造标准也与北约标准对齐。而在今年1月27号，乌国防部长通过媒体向外表示，乌国防部已经拨款用于自行制造自产的 2S22 155毫米轮式自行榴弹炮，唯一原型已经在实战条件下投入战斗了，并且显示出很高的效率，得到了乌军炮兵的认可。设计方面 ，2S22 与法国的凯撒、以色列的 Atmos 榴弹炮非常相似，也是基于6×6卡车底盘，前部装甲座舱，后部安装火炮系统。其车载的155毫米榴弹炮是由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床制造厂公司制造，也就是说，在制造技术方面并不差，缺的只是 M777的相关图纸和生产许可证。一旦美国开始同意，就可以开始制造。另外，根据去年《华尔街日报》在10月9号的报道，英国武器制造商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称，正考虑重新开始生产 M777榴弹炮。考虑到此前英国在乌克兰建的那些军工厂，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再次合作。最重要的是 ，M777所使用的配套弹药，乌克兰现在也能自行生产了。在去年11月29号，乌国防部发布推文，由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生产的第一批152毫米火炮弹药开始向前线运输。除了152毫米弹药外呢，他们还复产了122毫米以及120毫米迫击炮。当时乌国防部推文中展示的炮弹属于第一批量产弹药，具体规格官方没有透露，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可以用于D20 152毫米牵引榴弹炮和同口径的自走炮。此外，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还表示，他们除了生产152毫米弹药外呢，还有其他规格的弹药也在生产，产量预计会在近期有所提升，以满足前线的需求。总结来说，如果给援乌火炮一个排名的话，那么第一位绝对是会在 M777 和海马斯之中诞生，而 M777 由于数量居多，一直担任着乌军火炮部队的中坚力量，是打击俄军前线力量的核心。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